Hi, 大家好, I'm Aliso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subscribe, leave a thumbs up, and send to a friend who also want to learn Chinese. For this video, I will read it twice. The first time, I will read it very slowly, and then I will repeat it with normal speed. If you feel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in the first part,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and listen to the fast version.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the description below. There I have the material and the flashcard for this story. Are you ready for the listening practice? 现在在我家里有一只猫，它不是我的猫，是我朋友的猫。我的朋友最近不在家，所以他把他的猫放在我家。这只猫已经10岁了，它从来都不出门，每天都待在家里。它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睡觉。有的时候在桌子上面，有的时候在床下面，还有的时候在柜子里面。他每天要睡10几个小时。有的时候，我一天都看不见他，因为他一直都在床底下睡觉。只有饿了的时候，才会出来吃饭和喝水。他很喜欢和人在一起。如果你出门的时间太长，他会很不高兴。她长得很漂亮。每次我给别人看她的照片，别人都很喜欢她。我也很喜欢她，因为她每天都会做自己的事，不会打扰我的工作。只有一个问题，是他不喜欢被人摸。他经常在你的旁边走来走去，可是如果你想摸它，它会走开，或者打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有一只猫，我觉得我只是有了一个新的室友。现在在我家里有一只猫，它不是我的猫，
是我朋友的猫。我的朋友最近不在家，所以他把他的猫放在我家。这只猫已经10岁了，它从来都不出门，每天都待在家里。它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睡觉，有的时候在桌子上面，有的时候在床下面，还有的时候在柜子里面。它每天要睡10几个小时。有的时候我一天都看不见它，因为它一直都在床底下睡觉。只有饿了的时候才会出来吃饭和喝水。它很喜欢和人在一起。如果你出门的时间太长，它会很不高兴。它长得很漂亮，每次我给别人看它的照片，别人都很喜欢它。我也很喜欢它，因为它每天都会做自己的事儿，不会打扰我的工作。只有一个问题是它不喜欢被人摸。它经常在你的旁边走来走去，可是如果你想摸它，它会走开或者打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有一只猫，我觉得我只是有了一个新的室友。